歡迎大家再個轉到聚焦國際嘅節目現場。禮拜嘅全球新聞短評，繼續利用10分鐘嘅時間，帶頭來抓走天下大小事情。裡面繼續有請嘅係國防安全研究院嘅陳福成教授為大家來做評析。先生你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禮拜來看嘅頭一條新聞係 G7 峰會嘅下總統期盼當中，而家重點是係美國同烏克蘭可能未來簽呢個相關嘅安全協議哦。現在係要上來觀察呢件事情。那禮拜呢G7 峰會在意大利舉辦那拜登總統呢，佢喺爭取連任美國嘅總統，佢喺同美國嘅選民講佢同川普體態不同，就係佢做得聯絡嘅盟國友邦，向下來達成嘅維護美國嘅國家安全嘅利益，同時呢維護世界穩定同和平所以呢禮拜G7 峰會有三個很重要嘅一個事情。那第一個態勢就係俄烏戰爭而家已經進入一個新嘅階段。新嘅階段呢，那美國準備要同烏克蘭簽訂也雙邊嘅安全協議而家呢，烏克蘭已經同德國、法國英國同差不多有12個國家簽訂安全雙邊嘅安全協議。那所以呢，美國呢佢要保證維護也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侵略嘅一個力量所以呢，也被拜登總統會趁也 G7 嘅峰會同呢烏克蘭簽約安全協議。但是呢，也安全協議同北約嘅條約係冇共樣嘅因為北約嘅條約代表講所有嘅會員國全部都做得出兵來對付任何一個侵略者但是呢，也雙邊的安全協議美國在協議裏邊表示講，佢唔會派兵到烏克蘭為烏克蘭作戰但是呢會支持烏克蘭來對抗俄羅斯的侵略，所以也係不同的地方。另外呢，禮拜呢 G7 嘅一個峰會呢，還有很重要一個事情，就係聯絡也7個主要國家來向下來對付中國的也產能過剩的一個經濟上的一個侵略也7個國家呢聯合起來來對付中國嘅清潔能源的產業對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工業的威脅所以呢，禮拜G7嘅峰會呢也公布會提出來。最重要一點還有一點就係講，禮拜呢 G7 峰會多數嘅領頭人全部面臨內部政治嘅危機那川普總統佢要爭取連任，而家佢在美國嘅民調輸拜登總統要爭取連任，但是呢佢民調呢係輸川普同時呢也英國嘅首相已經準備下台咧。那法國嘅總統馬克宏同也德國嘅總理肖茲呢，佢在內部也擺選舉面臨親台壓力，所以嘅弱勢嘅領頭者。所以呢，從呢個角度來看呢，日本嘅岸田文雄同樣面臨新嘅政治嘅危機。所以呢，禮拜呢也得答應講來支持烏克蘭來500億美金嘅貸款用俄羅斯嘅也外匯存底來做保證年底將做得來執行但是年底呢，所有多數嘅政治人物全部面臨新嘅壓力新嘅問題，所以呢，我知道係本拜登總統一個面子聽聽。各位看到係拜登政府一個高級官員之前嘅警告講可別下中國同俄羅斯冇做出相應嘅改變針對核武戰略嘅部分美國可能會本人逼到愛控太自家核武庫，先至係要上來看呢件事情我知道也係一個很重要一個態勢因為呢美國你也觀察俄羅斯中國同北韓發展也核子武器嘅一個能量越來越明顯同越來越多所以呢美國也知道講而在2010年曾經同俄羅斯簽也係新嘅戰略核子武器採購呢個條約但是呢在2013年俄羅斯嘅總統普丁佢宣布講暫時退出也係條約同時呢你咪觀察到呢也係條約呢在2026年嘅2月就到期咧從厲害氛圍來看的話延續也係條約的可能性咪越來越大所以呢全世界尤其係俄羅斯、美國中國北韓也係主要嘅國家這核武嘅準備競賽越來越明顯所以美國呢知道講如果講冇調整也核武嘅戰略從也核武現代化一個主要嘅方向
調整成擴大核子武器嘅一個這個武器庫嘅一個新嘅政策嘅方向嘅話，可能會面臨新嘅核武軍備競賽壓力，同時呢，美國會處於劣勢嘅一個狀態啊。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看呢，那美國你也開始思考啊，那你也全世界有9隻主要核子武器嘅國家，也9隻核子武器嘅國家地位威脅替代是俄羅斯同中國還有北韓。同時呢，伊朗沒有可能慢慢在俄羅斯同中國的支持之下呢，慢慢嚟發展核子武器。那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安全會造成新的威脅。所以呢，從呢個角度來看呢，那美國你也開始來調整嘅核子武器嘅一個能量你知道呢，可能性越來越高其中呢，還有更重要一點講，美國呢希望俄羅斯同中國向下坐下來好好來談下如何來裁減嘅戰略核子武器嘅一個能量，來減少人力因為衝突爆發核子武器戰爭嘅危險同危機。但是呢，以下呢多數嘅國家呢，全部採取係主動積極嘅一個態度來看的話，美國以自家冇提高嘅核子武器嘅武器庫嘅話呢，可能會面臨一個劣勢嘅一個環境。所以呢，美國佢要準備做嘢事情我知道呢，可能性已經越來越高。接落嚟嘅外國媒體報道，美國同沙烏地阿拉伯呢，太先以後係理想背嘅共同嘅防疫嘅條約，先用觀察到美國做乜會安尼來做咯？那美國呢，當然佢真希望同沙烏地阿拉伯簽約共同防禦條約但是呢，你睇沙烏地阿拉伯嘅王儲佢呢長期以來佢喺美國同中國之間採取嘅動態平衡嘅策略，希望從兩邊從都得到好處。所以呢，佢每一天會接受美國嘅要求嚟同美國簽訂嘅美國同沙烏地阿拉伯嘅共同防禦條約那所以呢點呢，你要注意咧但是呢，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呢，佢也係呢要求同沙烏地阿拉伯來簽署一共同防禦條約其實呢，對美國來講係一石三鳥的一個挺重要一個國民的一個這個策略那因為呢，第一呢，如果講沙烏地阿拉伯同美國呢簽約共同防禦條約的話，也代表講美國同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同時呢，美國都是主控沙烏地阿拉伯的國防同經濟的發展同時呢，對中東地區來講呢，係挺重要一個穩固力量的一個基礎也第一個好處。第二個好處呢，就係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同中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同時呢，沙烏地阿拉伯同中國之間開始有核能的和平發展。如果核能的和平發展進一步，就可能會發展核子武器。如果講沙烏地阿拉伯在中國的支持之下發展起自家核子武器的話，那美國在中東地區尤其對沙烏地阿拉伯的影響力就會越來越細對美國不利所以呢，也係就簽約共同防禦條約法，所以防止沙烏地阿拉伯同中國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發展，也係第二個對美國的好處。第三個對美國的好處呢，就係美國也鼓勵沙烏地阿拉伯同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所以呢，從呢個角度來看呢，如果美國同沙烏地阿拉伯簽署一共同防禦條約嘅話，那當然對沙烏地阿拉伯同以色列之間簽約共同簽約這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是有挺大幫助。但是呢，沙烏地阿拉伯另外一啲場合，如果要同以色列建立正式嘅外交關係，以色列就要支持也兩國方案，讓也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區同約旦河西岸建立一個獨立嘅國家，相互尊重。也點呢，以色列冇辦法接受，所以呢，我知道呢，以色列同我知道呢，沙烏地阿拉伯同美國之間簽署也共同防禦條約還有一段努力需要來做但是呢，會成功冇成功呢，還要繼續來觀察。這邊來看到咧美國總統拜登考慮來進一步擴大對中國嘅 AI 晶片技術嘅相關嘅限制先生很有觀察。呢件事情係一個大事情，因為呢 AI 人工智慧嘅晶片對以下替代這個用戶就係主要國家國防部因為呢 AI 人工智慧嘅晶片呢在個重要國家發展新的軍備力量挺重要一個原料同材料
所以呢，如果講中國發到有新的 AI 晶片的製造的技術的話呢，當然會強化中國發展嘅機器人嘅一個軍備競賽同人工智慧同啲無人機嘅一個極權化作戰的一個能量所以呢，美國當然要盡量嚟防止中國發到有先進的人工智慧晶片的製造的技術廿八呢，美國商務部表出來消息講來管制新的人工智慧晶片技術的技術的輸出啦到中國啦最重要的原因係也新的技術呢係一個這個低耗能的一個新的人工智慧晶片製造的技術，也至於厲害有嘅技術呢係台積電同韓國的升上，係也美國的 Intel 也全世界需要3隻公司做嚟做嘅事情所以呢，美國如果講佢要採取強制的一個管制新的 AI 晶片輸出的中國態度嘅技術的話，當然會引起美國同中國之間呢新的戰略競爭關係惡化一個重要一個原因所以呢，你也知道講觀察到美國對中國之間呢科技戰唔會鬆懈嘅，會越打越強，因為美國的理由係有新的人工智慧晶片的製造技術如果本中國的軍隊國防部拿去嘅話，當然會生產製造更多先進的武器，對美國的美軍同盟國有關的安全會造成侵台威脅，所以呢必須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呢，而家中國佢咪有變陣突圍新的方法，如果有新的方法成功的話，那全世界戰略競爭的格局就會有重大改變，值得你繼續來觀察。我哋先生今日帶來嘅評析到，禮拜日回顧係美國同全球嘅安全戰略布局，韓國每種嘅科技戰嘅後續發展。先協會一下，繼續過來關注嘅係歐洲議會嘅選舉影響到歐盟未來嘅發展。